好，我们这边打算来解 LeetCode 当中的第322题。这个题目当然是跟换硬币零钱是有关的。那我们当中会涉及到的一些方法，至少会用到的一些东西，像是 GCD 啦、DP 啦，所谓的 Dynamic Programming 和所谓的 BFS 的一个搜寻。那我们这边必须要强调这个问题实际上你用弹轮演算法是不足够的。好，各位好，我们这几天我们在 LeetCode 上面看到一个题目，这个是第322题所谓的 Coin Change。这边当然就是跟硬币零钱是有相关的那我们看看它相关的一个叙述。这里面当然我们这边看到这边的例子，假设你有币值是1、2、5，如果说你的总额是11的话，那你所需要最少的硬币当然这边很清楚，当然就是5加5加1所以它总共是用3个硬币所以这个问题的解当然很清楚甚至说连这个问题也可以用所谓的贪婪演算法基本上也就解出来了。这是有关于它的题目的叙述。好，那我们刚刚也大概的已经稍微提到过一遍。这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假设，就是说你有无限多的。好，这里是相关的中文上的一个翻译。我们知道就是说，如果说没办法凑成这样的一个金额的话，我们就传回来只是-1。所以我们如果是采用动态规划的时候，你的出值就不要设-1。好，那每一种硬币的数量是无限的。好，那为什么不能使用贪婪演算法呢？我们刚刚所看到的例子，其实原则上贪婪演算法都可以算出来，甚至是说大部分的货币系统，你找零其实贪婪演算法刚刚好都就蛮合用的。那在这里刚好维基百科有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解答。它告诉我们有一个反例。这个网址是维基百科的那它考虑是一个旧的印度的一个面额，它有5、10、20、25，它叫做 pace。那如果说你要凑成40 pace 的话，贪婪演算法原则上你就是从最大的面额去找去减嘛，所以当然先用25，剩下15的话，你当然再用10，然后这5。所以它如果用贪婪演算法的话，它就会有3个硬币。那实际上它的一个最佳解呢是20。好，那所以这里面呢，它就有一个情况，就是说，如果说你的这个硬币系统呢，你用贪婪演算法可以解决这样找零的问题的话，我们就说这个系统为 canonical。那大部分的货币系统都是 canonical， 但是刚好这边就有一个反例。所以我们的贪婪演算法在这个问题是没办法求每一个 case 能够找出正确解的所以这个必须要先了解的。
那我们在解题的时候，我们做一些观察啦，这种题目它也可能会包含一些特例，那这些特例可能你也可以完全跟解这样一般解完全不同的一个解法。就是说，假设你的硬币呢的种类是2种，那原则上实际上你就是去解这样的一个方程式。你 coins 0 coins 1，那前面乘上，这边乘上 x， 这边乘上 y， 当然 x 跟 y 当然都是必须是整数，甚至呢它必须是要大于等于0。好，那其实这里面你其实就可以用所谓的 Euclidean algorithm 啊，基本上你就可以找出这样的一个 x 跟 y。那基本上你当然找到的是先找到一组特解，那它有所谓的一般解一般解，然后你再从特解里面再做一个简单的一个代换，然后我们在一般解当中，我们去找这样的 x 加 y 它是最小值的情况那这个是在你的货币系统里面就刚好只有2种硬币，你就可以这样透过这样的方式去解那当然这样一个解法跟我们后面所提的方法当然是相差是蛮远的。另外一个情况就是说，你这些货币硬币它的最大公因数它一定是如果要有解的话，它一定是要整除我们这个 amount。如果不整除的话，那当然你就可以先return 负1。你如果有解的话，这个一定会成立。如果这个不成立，当然就是一定是无解有逻辑上会有这个关联。我们当然可以透过这个简单的观察，可以先排除一些蛮极端的一些例子那另外就是说，你在后面的比对啦和查找的部分呢，我们可以先针对这一些硬币的面额先做排序。那你是要由小而大，或由大而小，那要看你后面的演算机制基本上我们可以透过这样的方式呢，我们可以加快我们的 amount， 最后可以把它算到是0的一个情况。好，所以这个是大概我们那个先有的一些观察。好，接下来我们就直接去看我们的解答因为我们提供的解答是蛮多样的。当然，一开始的解答，我们先透过所谓递回的方式所谓递回的方式，我们严格来讲，它算是 DFS 当然，我们必须要加上动态规划不然的话，递回太多次当然就会超过时间了嘛。好，那我们这边 DPI 里面，当然基本上就是说，我们所需要的硬币的最小值然后它是针对金额是 I 的一个情形。好，那我们看一下这个解答的部分当然，所以在前面呢，我们先将 DP 设为全域变数那当然这边当然就是一个阵列，用个阵列去装，而且用一维的阵列就够了。原则上呢，我们的 DP 因为是这样定的，所以我们总数是从 amount 到0所以它的个数是 amount 加1。那一开始全部都是塞我们整数当中最大的值，基本上大概就是2的31次方减1这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然后呢，我们这里接下来就排序啊，所以这边排序我们是由大而小。为什么要由大而小？我们主要是透过 DFS 的一个演算机制。那 DFS 的演算机制呢，它当然就是说，在它的一个所谓的临接的这些 vertex 上面呢，我们可以做一个优先顺序的一个排列。那我们是把这 coins 比较大的，我们把它排到前面去啊。所以借由这样的方式，我们希望能够比较快一点，能够找到解答啊。那当然，这边也是递回的方式，所以在这边我们设最少的硬币的个数啊。当然，我们这边的一开始在这里也是设是整数里面最大的值，然后这边就是回圈的部分啊，也就是说它的一个可能你会要找的下一个 amount。啊，当然，下一个 amount 当然就是 I 去减到 coin。好，那当然我们这边要有先逻辑判断嘛 ，I 当然要大于等于 coin。啊，如果是小于 coin 的话，那基本上它的 amount 就是负的啊，就小于0，那当然就没什么好讲的。好，所以如果说我们这个样的一个 subproblem 呢，如果解出来不是负1的话，啊，代表它这个是有解的。然后，因为我们要找的是最小值，所以我们这边取 min 啊，然后 subproblem 再加1，好，最后我们传回去的 DPI 啊，那 DPI 呢，它就是等于有被替换到的话，我们当然是这个啊。如果没有的话，当然就传负1啊。那我们的程式的部分呢，这边其实就是这边主要是用 lambda 函数把它定义好之后呢，我们这边再去呼叫它，然后里面的值我们就直接丢 amount 啊。所以它的一个架构啊，用 DFS 的方式呢，其实也蛮简单的哈。那这个是在时间范围内，它规定时间范围内当然是可以解出来的，好，这没有问题。好，那我们有递回版本的，当然就可以进一步把它变成回圈版本的。回圈版本呢，它反而更简洁一点啊，基本上当然就是一个双回圈。好，那这边呢，我们所以我们这边的一个变数的处理呢，跟刚刚在递回的方式其实原则上都是蛮一致的啊，所以这边就是一个改写啊，就直接是一个改写。那这边跟递回版本不一样的话，这个是所谓的 button up 啊的一个解法啊，这个当然就时间就会比较快啊，速度上就会快一些啊，比刚刚递回版本更快一点。好，再来就是说，如果我们不采用 DP 的话，前面两个解就是用 DP 的方式嘛。实际上来说，这个你可以把它当成是一个图论的问题。图论的问题，因为你要找最少的硬币数，实际上来讲就是所谓的最短路径。最短路径。当然，优先我们用的是用处列，或者你也可以用所谓的优先处列可以，但是这个时间复杂度会比较大。那在实作方面，它也确实也比较慢。heap 的方式也可以。它的优先权的话，原则上是由小排到大啊这样的方式。那我们先看一下啊，前面在这里有一些是我们把已知的一些东西，我们先放在前面啊，所以这边的话，我们去检查它的 GCD 是不是能够去
算它的 GCD， 然后它这个 amount 是能够整除这个 GCD， 如果不整除的话，当然就传回去是-1啊，所以这一部分当然也是可以省略了，但是我们就先处理一些比较极端的例子。好，那在这边我们就不采用所谓的 DP 方式，啊，这边就跟 DP 的解法就不一样了。那我们因为 BFS 里面你还是要有所谓的 visit， 这样去记录它，啊，所以我们在这边呢，我们就用一个布林阵列啊来记录啊，从0、1一直到amount 啊，线都是填0，然后我们这边做一个排序啊，这边就是由小而大，由小而大的一个排序啊，针对你的货币啊，你的硬币的 BFS 里面一般当然是用所谓的 Q 啊，一般的处列。我们是怎么样的 Q 呢？我们基本上是 pair 啊，就2个整数啊，因为每次这样写太麻烦了，所以我们这边就使用 using int 2来代表它啊，所以我们这里宣告一个 Q。那我们前面是摆0啊，目前我们只有花0个硬币，然后呢 amount 的值当然是这边题目丢给我们的 amount 的值。好，那我们把它塞到这个处列的后端，好，然后所以我们的 amount 呢，我们当然设定的是它被访问到了，好，所以这边就要设为1。好，那我们就只要是这个处列，只要是里面有东西的话，我们就持续的坏回圈，就持续的进行。那我们从它的处列的前端，我们就取这样一个 pair。我们的 pair 当然这边讲前面是它的硬币的个数目前所记录到的，后面是它的我们目前所剩下的一个金额啊，所以这 I 是我们目前的一个金额啊，这边当然就要用一个一般的 local copy 啊，你不能用所谓传参考的方式啊，这边要留意一下啊。如果是 I 等于0的话，那原则上我们当然这个整个题目就已经解完了，所以我们这时候要传回去的值就是 C， 就前面的这个 C， 然后我们将这个处列当中的排头的第一个，请他离开我们的队伍，好，然后接下来就是透过我们的回圈，啊，回圈里面跑的，当然就是我们 coins 里面当中所有的那个金额都去跑一次啊。这边我们当然去i 减 coins 啊，我们就设为 x 如果是小于0，当然你就 break 出来这个 for 回圈。那这边为什么可以这样呢？因为我们前面已经排序了啊，所以你这边是由小而大，所以你如果说你到某一 coin 它是带进去是小于0的话，后面当然就不必再去比较了。好，如果说我们这个 x 前面没有被走过的话呢，我们当然就先设啊，这一次的话我们就设 visit x 啊，它设为1啊，这个其实要放在这个位置会比较好。然后我们再将我们 pair 里面的值是 first 我们放 c plus 1啊 second 的部分我们就放 x 啊。透过这样一个机制呢，基本上这个当然是蛮标准的 BFX 的一个演算的机制啊，所以这个演算方式其实也是一般在图论上都用到的。好，如果说我们的回圈整个
数列都已经空了啊，如果都还是没办法返回的话，当然就是返回负1了啊。这个当然是知道的哈。好，那优先处列的话，基本上大家架构跟这边都是差不多，但是你这边你要设定的部分啊，因为我们是要由小排到大，所以这边你要设 greater 啊，然后在它的一些方法指令的话，这边就要用 top 啊，那我们在处列的话是用 front pop 也是一样，好，然后后面架构原则上也都一样，好，那这个当然是慢，虽然慢，但是它还是在时间范围内，这就蛮快的啊，这就蛮快的。好，接下来我们看看它这几个来试试看，好，它是做的一个情况。好，所以我们这里就回到 LeetCode 的页面哈，这边摆在页面上还是我们刚刚在简报里面所呈现的 BFS 这个解答。那在这边的话，我们总共是用5个 test case 去试啊。那这里面到 OK 啊，假设这边因为它最多的币值是可以是有12种，所以我们这边就用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然后amount 我们设为10000啊，最大值设为10000，这个在执行都没有问题啊。OK， 那这个实际上在跑的话，大概我们大概就几毫秒大概就完成了。好，它可以打败93.94%的其他参与者。好，那我们看看在本机端的一个执行，本机端的执行，我们看一下。所以我们这里摆的是刚刚好是刚才的第4个 test case 跟第5个 test case 所以这个值也是跟我们刚在LeetCode 上所显示也是完全一样所以我们就先进行到这里。好。